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。对在台湾南部出生的我来说，日本的冬天真的太冷了。所以每年我都很期待春天赶快到来。但是对很多人来说，春天也是一个有点痛苦的季节。因为在日本有花粉症的人很多，每年3月到5月又是花粉最多的时候。而我自己其实也有花粉症，而且还蛮严重的。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并没有花粉症，是来日本生活第7年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症状的。以前总觉得自己跟花粉症无缘，没想到在日本住久了，真的也会得花粉症。日本有很多杉树，花粉症主要的过敏源是来自杉树的花粉。花粉症的主要症状有打喷嚏、流鼻水、鼻塞，还有眼睛痒、喉咙痒、头痛。像我的话，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会开始打喷嚏，因为会一直流鼻水，所以要不断地擤鼻涕。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面纸，会变成怎样。眼睛痒起来的时候也是蛮痛苦的，常常会忍不住一直揉眼睛。严重的时候会很没有精神，连工作或上课都会受到影响。我听说只要得了花粉症就很难好了，只能每天吃药或透过其他的治疗方法，让症状不要那么严重。为了对抗花粉症这个季节，口罩、眼镜、过敏药、眼药水、喷鼻液，这些是一定要的。有很多人问我，台湾也有花粉症吗？其实，在台湾过敏的人也蛮多的，有些是对尘螨过敏，有些是对某些食物过敏。不过花粉症的人，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。我想有可能是因为台湾的杉树没有日本那么多，再加上台湾的湿气比较重，花粉比较不容易在空气中大量飘散。不过这也不代表台湾完全没有花粉症，只是整体来说影响没有日本那么严重。如果你在日本是非常严重的花粉症，那么你到台湾的话，可能会感觉花粉症好像有变好，症状也没有那么明显。像我自己每次回去高雄，都会觉得鼻子的状况好很多，皮肤也变得比较滋润。如果你想治好花粉症，说不定去台湾生活是一个方法。只是空气呢，可能就没有日本那么好了。那你呢？你有花粉症吗？你也正在为花粉症感到烦恼吗？你有什么对抗花粉症的方法呢？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好的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
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想用轻松的方式练习中文听力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。